看远处瘦瘦的是石川先生，箱根6区的曾经的区监赏，东洋大学是哪一年的区监赏？我具体记不知道哪一年了。当时那个大下坡，他跟他并排那位在一个急弯的时候，叭就摔倒了。那个是个名场面，就每年箱根直播的那个名场面。一嘎桑，来了来了。不敢想象区间赏呀！我加入大人的早训练跑团的第1年，石川先生每周3几乎都来。我的第一个5公里17分钟，就是石川先生带着跑出来的。那天跑了17分，也是17分01、02的样子。前年的夏天，前年的初秋。大家伙早喽！6月30号星期二，今天又是合练的日子。但是今天我不跑强度了，我不跟大家说前2天有点上呼吸道感染，今天好了，但是明天和后天再跑强度。今天来拍拍大家。今天有个好消息，我周末直播时跟大家说了，大家记得那一次有一个周4，我们一起跑5个1公里。就是第一组我说特别快那个，当时的最快那位先生，那天跑完最后一个5公里，因为最后一个1公里，对不起，所有那1公里我们是从这儿往那边跑了1公里，然后慢跑回来。慢跑回来的时候，就听他和另外一位朋友说下一场是走吕间湖100公里，我没往心里去，我以为就是去参赛去玩。周日比赛那天，就是前天中午突然我们的群就炸了，说大江先生优胜了，优胜就是冠军的意思，全场冠军6小时10分，6小时10分，平均配速大概就是多少340、342，这我真没记住，反正这100公里的他的第一个全马，第一个42.195是2小时34。冠军啊，好像是全日本历史上第3好成绩。100公里公认的世界纪录是6分06，就是阿迪去年那个破6，就是路跑的100公里超马。就所谓这种100公里，就是你们看就这种路，就不是越野。但是100公里因为太长，肯定会有些爬升，但是就是他就是把一个42公里放大到了100公里。这个比赛就特别有意思。周日那天就跟小伙伴们聊，在群里就说，有人问我说，将来有没有考虑越野呀什么的？其实我觉得这事儿随缘，但是我还是更喜欢竞速，可能还没竞够吧。那走吕间湖100公里就是我决定没去那个，幸亏决定没去。这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周6直播时跟大家分享，就从波士顿回来就觉得有点缓不过劲儿来，那这段时间工作也忙起来，就有点累。冠军啊，6小时10，太厉害了！看今天能不能见到他，应该回来了。我那次参赛跑了9小时0几分。昨天我们第一期的一位训练营的成员跑了8小时57，他就比我有毅力。我当时的情况是，到90公里的时候是，就给大家拍那个
海的入湖口和湖的入海口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我是8个小时，还有最后一个10公里跑1个小时以内，我也破9了，但是真的不想跑了。他当时的感觉是，你看我最后还能冲刺，能冲到4分多，但是就是一步都不想跑了。那个比赛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考虑明年来玩玩。就这种能被就用来做挑战世界纪录的比赛的100公里是不多的，因为很少有那么好的赛道条件。它跟马拉松不太一样，你看马拉松是有不同的赛道的，就好坏的，或者说快慢的。比如你去像奈良马拉松这种爬升，或者悉尼，你就不太可能是一个巨好的成绩。但是你要是去普通人去芝加哥、东京，甚至大阪、北京，就有好成绩，就觉得赛道就好跑一些，就这么回事儿。100公里也是。你看前2天奈良办了一个第1届100公里，奈良100公里，就是有2000多米的，还是1000多米爬升，那个就不适合创造好成绩。所以做绿尖湖这个是，就很多人来想挑战一下世界纪录的一个赛道，所以挺有意思的。大概是2、3月的时候报名，先到先得。为什么说不想跑了呢？那个比赛太虐了。那个比赛起点和终点都在那个，夸张点说就是，人迹罕至的地方，就一特小一个小镇，然后也没有，就你自己去可以去，要么你租车，要么呢就是你辗转几个小时的公共交通，所以一般就会选择旅行社。就赛会有合作的旅行社，他那流程是周六一早，不管你是从哪个城市，有飞机呀、火车呀，到札幌，到新千岁机场，在那儿坐上大巴，这大巴开始就是旅行社来管你了。上了大巴先给你发一盒饭、便当，中午的时候大概11点半开车。到下午5点多、6点，到了一个叫北见的地方，北边的北，看见的见，到北见的地方，开好几个小时，然后吃完晚饭就休息，睡到大概凌晨12点就起来，差不多凌晨1点多，在1楼发早餐，也是一盒饭，配好的吃。吃完以后，就是他发的是那个，就是能外带的，就是你可以选择当时不吃。然后吃完2点半，大巴从酒店出发，大概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吧，到7点。到了7点，大概凌晨4点，不到凌晨4点，3点多。但是那边天就已经亮了，我前年参加的时候拍了节目，然后存包啊，做各种事儿啊。凌晨是4点半还是5点半？5点半好像是，对，清晨5点半起跑。你想啊，你就算6个小时完赛世界纪录，那也得11点半中午了。像我跑9个小时，那就已经是下午了，下午2点多，快3点了。今天集合拍大家吧，今天不跟大家跑强度了。看田宫先生穿上了我的衣服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哎，再次，大家要开始了。我今天慢慢跑，今天还准备了给大江先生的庆祝仪式。那看起来大江先生会来的，太厉害了！我跑完那个100公里，2个大拇指的指甲。第2周全都掉了，就当时就应该已经断了。那个比赛太狠了。
就追到这儿。我刚才看了看瞬时配速3分10，他们这个休息就是第一个人开始算，就第一名到了之后2分钟。今天他们的课表是1公里1公里，之后休息3分钟，然后2个3公里，1公里计划配速3分10。就这么练对我来说就进步了。我还不知道明天课表是什么，因为我们周3这课表是每个月发一次，明天是下个月了。所以那个100公里真心推荐想来挑战自己的人。为什么这次我没去呢？就是因为我觉得就特别的疲劳，就想就不去了。幸亏没去，但是我稍微有一点点又开始有一点点不舒服，得调整一下了。早上好。第3名，大元先生的韩国马拉松。前第1名、第2名都是2岁以下的。哦，就刚刚到60岁。我最近都是原来24、25左右。哦，高手嘛，没办法。对，这次有高手参加，但是第3名也有奖品和奖牌。但是第4名以后的高手也是都是60岁、61岁的。哦，所以2个高手很怪的。周2也是密集活动的一天。后藤先生他们一个小组织，就是大家一起慢慢跑，然后偶尔挑战一下自己。我们这个组织就是完全的为了挑战自己，挑战就变强了。大元先生说，前天的韩国马拉松比我参加那年还热，26度，而且那2天是台风的雨刚走，应该是湿度特别大。大元先生3小时04，那场比赛的参赛人数4500人，全场第50多名，年龄组第3名，也很可以了。我今年决定没去那100公里，就是觉得最近就人其实练多了以后，对自己身体的感觉就比较敏锐。我觉得最近状态不太好，就虽然从开普敦回来开始努力的调整，努力的顶，但是感觉还是没到那个状态。他们过来了，所以我想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夏天的训练上，因为那一场100公里消耗太大了。前面倒还好，前面准备3、4天，但是赛后要有差不多2周是不能正常训练的。看打头的这一名，第1名 Noto 桑，我其实不太知道汉字是哪2个，他没有参加过全马和半马。那天请大岳先生帮忙问了一下，但是特别快。我其实没什么事儿，但是就是今天觉得不要
顶，因为我今天要顶强度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就顶3天强度，我决定这周就顶2天。接着刚才那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时不时你得注意自己的训练状态，就是训练状态是能力的体现，就是训练水平不能是训练状态。就比方说，有人说你说300公里1个月，你能跑1年，你就能怎么样？这个不是说先有300公里1个月1年你就能怎么样，而是它是一个互相的，就是你有这能力，你才能吃下每个月跑300，能跑1年。走。我也在开始准备下一场比赛了。我的下一场目标赛事是10月4号的札幌半马。为什么要准备这个呢？因为大阪那个半马，它是女子全马的配套赛事，它好多东西不是那个，就除了赛道是合规的，有东西它没有做到，可能没有做到完全合规吧，所以它不被算作就是被认可的成绩，就导致就这边每年不有一排名吗？全马那个就是我，比方说41岁或者40岁，我在全40岁的人里排多少名？那我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，那个半马也有，我每年都没成绩，因为我每年就跑那一个，所以10月4号就是我的第一个目标赛事。这个夏天对半马来说就跟全马不一样，因为我到这个年纪，半马其实不太适合我，按说全马更适合我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挑战一下，能不能跑进73分，就是3分26跑完。现在3分26。再次，哦，3分22。好，再做2分9告诉。3妮。啊，还有一个消息，大家翻我的上一条动态，在 B 站，就大家现在看到屏幕上这些数据，我做的软件，有免费的开源版本，也有上架付费的版本。付费那个版本就是单纯的希望能有一点收益，开源那个不商用，自己用就可以。付费那版本因为上架，所以可以 iCloud 同步设置。小伙伴们看，欧文桑，我被单头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
大江先生获得了上周日佐吕间湖100公里超马的冠军，6小时10分，日本历史第3好成绩，差4分钟破世界纪录100公里的。だけどしおめでとう！大谷君並みや。ミラクルが。おめでとう！おめでとう！6月的最后一天，在庆祝中结束今天的训练。今天不跑回去了，先坐个车回去把节目剪一剪。今天还有工作，最近主要是工作特别忙哦，每个月的不是每个月，每个7天的那个 Codex 的配额全都用满。行吧，回去剪视频上班了啊，还不错，好起来了。明天合练，后天还是合练，特别开心。大家关注一下这个软件，免费开源的就可以用。我觉得 Windows 版可能有难度，我试试看好吗？然后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